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快过年了，不知道大家准备要做哪些年菜，还是叫外送呢？今天来分享一道步骤比较麻烦一点点，但是做法很简单的腌笃鲜。汤头清爽不油腻，深奥浓郁的风味让人回味无穷。准备6份鸡架骨，先用温水浸泡一下，然后换水再清洗干净。这里面呢有一些血块，记得要清除掉。把清洗干净的鸡架骨放到锅子里，加入冷水，盖过鸡架骨，开中火煮滚。等待的时候来处理其他的材料，你可以在汤里面加入一些猪皮，增加胶质。猪皮可以在摊上跟老板买。把猪皮切成大块状，不想加猪皮的话，也可以省略。现在汤上面已经布满浮沫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把鸡架骨取出来备用。接着起一锅热水，把猪皮稍微的穿烫一下，然后捞起来放凉。这边还需要准备一份金华火腿，我们要熬汤底用的。这一份呢，大概是250克，我们今天只是要用到180克左右的分量。把这些金华火腿先切成厚片，然后再切对半。剩下的部分一定要用保鲜膜包裹起来，放冷冻保存才不会坏掉哦。金华火腿可以用热水烫一下，也可以像我这样滚水煮2分钟。捞起来放凉。把刚刚的鸡架骨放到压力锅里面来，稍微的调整一下。还有这些猪皮也放进来，金华火腿，切几片姜片。些蒜头拍裂开来，拍裂开来后皮就很好去除掉了，通通的放到锅子里。我会再加1颗洋葱，增加汤的甜味。不加洋葱的话，也可以放入1小匙的糖作为提鲜。随意的切一切，放进来就好。把蒜苗剖半，这样味道会比较容易释放。来1小撮白胡椒粒，2-3片月桂叶，提升一下香气。适量的清酒或者米酒，加入2200cc 的冷水，水位尽量不要超过这个位置哦。盖上压力锅盖，装上红色的压力阀，开中火煮滚。没有压力锅的人，用一般锅子来煮也是可以的。等压力阀开始明显摇晃后，火转小一点点，大概煮5分钟后关火等待泄压。这边准备20克的干贝，加入1点酒泡开，先这样静置一下。另外呢，起一锅冷水，加入几片姜片，1点葱段。这次我准备的是梅花猪跟猪五花，分量各半。你也可以依照自己喜好来调整比例。把这些肉块切大块一点，这样炖煮下去才会好吃。猪五花也是一样，切成等份大小。现在水还没有滚，大概是温水的状态。这时候呢，就可以把肉块放进来穿烫了。穿烫肉块的时候，记得要用温水来穿烫，这样蛋白质才不会紧缩，肉吃起来才会嫩嫩的。好了，现在把肉块捞起来备用。接着来处理冬笋。冬天的冬笋正是好吃的季节，
把笋子比较粗的纤维削掉，然后伙拌，再切成一片一片的。这个冬笋拿来炖煮汤品真的很好喝，或者是炒肉片也很下饭。现在压力锅已经泄压，可以开盖喽。开盖后，汤是这样很清澈的，直接喝也非常的鲜甜。先把这些蒜苗捞掉，还有一部分的猪皮跟精华火腿也先捞出来。猪皮跟火腿可以最后再放回到汤里，或者是直接吃，不要浪费了。这些鸡架骨我们就先留在汤里面，再补足一些水分进来，开中火煮滚。因为我们今天需要的汤不是清汤，是比较浓郁不透明的白汤。像这样开盖，让它滚15到20分钟左右，让汤翻滚过，汤色就会变得浓郁的样子。中途如果汤减少，可以再补一些水进来，继续再煮。现在汤色看起来带有一点黄的乳白色，这是正常的。把这些汤先过滤出来。记得要去买双层的过滤网，才会过滤的比较干净。现在汤的油脂比较多一点，汤色会看起来比较黄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先这样放凉一下，等一下油脂会凝固在表面。你也可以前一天煮好，冰箱冷却。大概过一阵子之后，上面就会像这样结皮。用汤匙轻轻地刮下来，去除掉多余的油脂，这样汤会喝起来更清爽一点。去除掉油脂之后，汤色就会再白一点。如果你喜欢很白的汤色，那就要用猪大骨来熬汤。汤底熬好之后呢，现在来做最后一个阶段，把穿烫好的肉块放到锅子里，还有切好的冬笋也放进来。我会再加入一些干贝提鲜，比较不会死鲜。浸泡干贝的酒就不要放进来了。接着把煮好的高汤放进来，我大概加了1600cc 的分量，再补一点酒，增添风味。开中火煮到小滚，上面有一些浮沫，可以稍微的捞掉，汤会比较清澈。大概煮到小滚的样子，就可以转小火来炖煮了。盖子盖起来，大概炖煮50分钟左右。没有铸铁锅的人，其他保温性好的锅子也是可以的。我这边还有剩下一些高汤，可以像这样装起来，冷冻保存。这个高汤呢，可以做其他很好吃的料理哦。有机会再跟大家示范一下。现在汤炖煮的差不多了，可以来准备一些青江菜，还有百叶结，或者是任何喜欢的材料也都是可以的，像是大干贝或者是手工花枝丸，喜欢什么加什么。哦，汤差不多煮好了，哇，好香哦！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，肚子就饿了起来。好了，现在把百叶豆腐放进来，还有腌笃鲜最重要的百叶结也放进来。我自己超喜欢吃百叶结的，要多放一点。还有手工花枝丸，我们再让它小火煮5到10分钟左右。等百叶结都入味了，就可以移到餐桌上来煮喽。放入非常经典的青江菜，像这样非常豪华又美味的腌笃鲜就完成啦！这道腌笃鲜的做法虽然繁琐了一点点，但是非常值得一试哦。浓郁
郁乳白色的汤头，喝起来一点都不油腻。汤底的炖肉搭配季节性的冬笋一起炖煮，味道非常的鲜美。还有炖煮到入味的百叶结也超级好吃。喜欢蔬菜多一点，可以加一点玉米笋配一下色。喜欢豪华一点，买几颗大干贝享受一下。哇，光是这样一锅当成围炉的火锅也超级棒的。我的生食级大干贝烫到半熟就可以吃了。还有这个炖煮到入味的冬笋，没想到这么好吃，肉块也非常嫩，很好入口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